匆匆忙忙，连滚带爬。本来应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现在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睁眼说瞎话，你在看见什么了？你在哭什么呢？没出息。本来应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现在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大家好，我陈老师。今天大家听一下，匆匆忙忙什么忘记有刚听歌听听。今天我被刷了，我刷了一整天的那个王世坚的歌，我真觉得这是有才，你知道吗？这个听他的歌听了一整天，现在变成父母催小孩写作业的那个神曲哦。好，那么今天开始好，那首先呢还是提一下我们那个秋季的补音法会啊，那大概在2个礼拜我们就要开始了哈。那还没报名的记得报一下。那已经请老师报名的那个65岁以上的长者啊，别担心，老师都有记录着啊，一一的为各位做人工报名。那资深的少男少女们，请放心，我会记得的这件事情，好吗？好，那其他事情啊，就是说我们的P6年呢，要在下个月中以后我们会开始啊，尽量提早哦。那这一次我老师会做好准备了啊，很多东西啊还在增加啊，我们增加我们的服务项目，我是怎么样想给大家最好的方法，好吗？这个是老师在准备的。好了，接下来我们不多说了，我们直接开始啊，因为我觉得今天的话题是比较多的那可能会讲不完，所以说我们就赶快开始。那首先呢，我们这个礼拜，当然台湾礼拜5是国庆嘛，我们的一个中华民国的国庆日。那其实那个中华民国的建国不是国庆日那一天是1月1日元旦，好吧？很多人搞错了，国庆是国庆日，那是革命的问题。那个1月1日才是我们建国的时间不一样，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好吗？那在这个状况的时候啊，其实，在台湾的里面就有很多的声音啊，当然就是不同立场的啦。民主国家嘛，民主国家的时代啊，其实就是会有很多不同的声音。那不同声音我们都要尊重啊。那但是我们按照从法理上来看，整个状态是不是说如他们所说的，每一个言论我觉得都是要尊重的。那前提是你依照的是什么？依照的证据。依照了这个历史或依照了一些合法的一些文件我们来说明。所以说，在这个台湾国庆日的时候，就有人说这个所谓的台湾地位未定论，我们不说哪个政治人物说的了，好不好？我们就说有个在网络上，好吧，我们就有听过所谓的台湾主权未定论。它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呢，台湾这个地方这块岛我们不要说中华民国，也不要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就说台湾这个岛到底属于谁的？很多人觉得说，这个是未尽之疑还有就是说，它是一个很多考量的地方。那最近我们的那个欧洲欧盟也推出来说，他们针对这个所谓联合国2758号决议文里面他觉得是有一个问题，所以说呢，他里面并没有说这个台湾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那这个就产生了争议。那我们先从一个比较简单的法理来看，这个我们直播嘛，我们就谈谈法理。那可能有些人不喜欢那就说嘛，我一个算命的，我嘴巴本来就是没把门的，好吧？就当听个故事。台湾其实基本上有没有所谓的这个台湾地位未定论呢？其实是比较没有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在这个所谓的开罗宣言也就是1943年12月1号中华民国美国、英国3国宣布在剥夺日本到1914年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取的这一些岛屿这个不只有台湾而已，好不好？我们做事情要看得广一点，日本打下岛可多了，好不好？它不是只有台湾，好吗？新加坡、马来西亚那边都有日军的影子在不是只有台湾台湾朋友不要一直想着我们就整个世界全世界围绕台湾转，没有日本占领的土地之多之大，只是占领，但是他们没办法守得住。为什么呢？他们本来就没有侵略的一个经验，你知道吗？没有侵略的经验，所以说不像是我们泱泱大国中国它本身就有战乱，然后侵略，然后来占领这样子的想法，从春秋战国以来都是这样，更早以前的夏商周时代都是这个样子夏商时代也都是这样子，你打赢了你要守得住，守不住就不是你的嘛，对不对？你得守住。
所以在那个时候，在1943年12月1号啊，这可以确定是说，日本窃取了中国领土部分啊，比如说东北啊、东三省啊，或者是台湾、澎湖等，都归还给中国。各位这里要去注意，归还给中国，它不是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它指的是中华民国，好吧？中华民国是归还给中华民国的，就包含香港本来也是要还给中华民国的，因为他当时签的这些所有协议继承大清的叫中华民国。所以说啊，它这个东西啊，就变成是说战后的东亚领土处置的法律依据啊。所以说，在这个层面上来讲啊，你说台湾地位未定论啊，在开罗宣言就不符合了。如果你要否定了开罗宣言，那么你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或其他地方啊，日本曾经打下来过的地方，然后你现在否定了开罗宣言，那他们这些地方是不是也是未定论呢？你是不是就有争议在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以法律还有我们的这个历史的一些条约来看，现实是不是这个样子的？那在这个状况之下呢，在之后啊，又有所谓的波茨坦公告。那波茨坦公告，它在1945年的7月26日，是中英美啊后面有苏联去加入的，敦促日本投降，而且是确认在波茨坦公告里面去确认开罗宣言是一定会实施的。所以说呢，日本它的主权只限于在它本州啊、北海道、九州4国啊这些地方去算的。所以是说啊，在这个时候啊，波茨坦公告里面第8条啊，它是重申并强化了开罗宣言的条款。日本在这些投降书里面也明确的接受开罗宣言跟波茨坦公告的问题啊，说这个里面是有国际法的一个公告的权利，那这个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后面你产生的争议是在什么地方呢？当然就是我们中华民国被老美背刺嘛，对不对？在1971年的时候啊，它就变成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了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在这个状况之下，就变成的是说，中华民国以前在国际上所有的国际上的权利地位，还有一些身份，都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继承。这个是在联合国所通过的一个事情，这也就代表了后面为什么香港它是交还给港澳，为什么它是交还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它就是依据1971年啊，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了中华民国，那等于是说中华民国啊，它就是丧失了一个身为国家的一个权利。那这个我觉得我个人想要否认，但是，我们还是必须要看这个世界上真实的发生了，不是我认不认同就结束的事情，好吧？这跟我个人的意志是没有关系的。我个人当然是不想认同，但是那个时候我也还没出生，所以说我认不认同也没有什么用，对不对？那是没什么用的。而在后面呢，2758号决议文，这次在欧盟它所重申的2758号决议文，那么它这个状况就变成什么呢？它就在1971年的10月25日，它里面就有说过了，等于是说呢，它是代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了中国唯一合法的一个代表权政府。那么他驱逐了我们先总统蒋介石集团的代表，所以说我们在台湾的这些官员啊，一锅端啊，直接先回来了，也不用给他改，汉贼不两立嘛，对不对？我们就自己先回来了，因为汉贼不两立。所以说，你说去否认了2758号决议文里面，台湾是不是归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啊？这个是没有明确定论的，这个是真实的。各位懂老师意思吗？欧盟他讲的是真实的，2758号决议文并没有去说明台湾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是对的啊，这个讲的是对的。但是它有文字游戏，因为2758号决议文里面本来就没有去决议台湾的去向，它是在什么？在开罗宣言1943年的开罗宣言跟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里面去决定了这些领土该由谁去继承。那这已经归属到中华民国了，而在2758号决议文里面只是宣布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去继承中华民国所有的权利跟义务，那么也代表是说他把所有东西在法理上，那包含台湾岛都台澎金马了，好不好？台澎金马、钓鱼岛都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接收的。这个有没有法律依据？这个其实你真的是我不想接受这件事情，但是我接不接受是一件事啊。但实际上它国际上的决议是这样，联合国的决议是这样啊。那你说我为什么要尊重联合国的决议呢？对，我们可以不接受，因为我们不是联合国成员。对，懂我意思了吗？我可以不接受啊。为什么？因为中华民国现在不是联合国成员啊，说他讲他的，我可以不接受啊。但是问题是，这是现在不是联合国成员，但是你在1943年、1945年跟1971年10月25号之前，你都是联合国成员啊，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中华民国去接收了台湾或者其他日本占领的这东北地区，或是任何的一个地方，
的领土权利，那这是合法的。所以2758号它只是一个权利让渡的问题，它并不牵涉到所谓的领土问题，也不牵涉到所谓的疆域问题，就是很简单，就是把中华民国蒋介石的集团踢出去，把我们中华民国踢出去，哪怕当时我们跟美国是怎么麻吉麻吉的也没有用，说翻脸就翻脸，对，比跟前男友跟前女友一样，说翻脸就翻脸，对不对？就是这样，我没什么好说的，这都是别人的一锅端了，是不是？所以说呢，这个现在我们很多人开始去炒这个欧盟的话题啊，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这样去算，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争议，跟它其他一些问题存在只是我也不想接受他这样的说法，但是呢，毕竟我是老师嘛，我看到什么，我只能照实讲，我也不能说我自己的观念去把它粉饰太平，这个也不行这样嘛，好吧，这个也不行的。所以是说开罗宣言跟波茨坦公告才是找日本所窃取里面包含了中国领土、满洲、台湾、澎湖列岛都是还给中华民国。那投降书里面他就接受波茨坦公告这个结果，那所以说跟2758号的是没有什么关系的。那第二个事情比较有趣是什么呢？在台湾我们的岛内还是有一些的同胞一些先进他们说呢，台湾现在是属于美国军政府的说法。这个东西也是蛮有趣的，对不对？所以说我们是属于美国的一州，那是不是这样讲的呢？我相信各位在台湾朋友其实这几十年来上都很多人听过所谓的这个台湾是属于美国军政府的。所以说呢，有些人还特别去发那个所谓的那个什么，美国军政府所发的台湾身份证，对不对？他说这个还进到 AIT， 当然这个东西当然是被踢爆，都是假的，都骗人的嘛，对不对？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所谓的美国军政府呢？它是不是杜撰出来的呢？答案是它不是杜撰出来的，它的确是有美国军政府接收台湾这个东西的存在过。它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呢？它的历史背景是在太平洋战争的期间，台湾是日军南下的侵略重要的地方，而战争推进之后美国当时的海军上将尼米兹，就是那个航空母舰的尼米兹，那个尼米兹曾经提议过进攻台湾记得这边要讲清楚的是，他提议过进攻台湾，认为是说台湾是日本前往东南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地。实际上是不是？实际上也是在台湾拉了很多的那个男丁去加入日本皇军这有没有问题拉台湾男丁进入日本皇军，这个是有没有问题？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日本当时是台湾的宗主国。我们要讲很实在的，甲午战争割让台湾，它是割让它不是发兵来占领台湾，然后说以后都是我的，没有。日本我再讲一句公道话，日本是光明正大打赢了甲午战争，取得了台湾这个岛的权利。你台湾岛上人同不同意的是一件事，那是大清朝政府同意割让台湾岛给日本他们是光明正大的战利品这个绝对没有问题，好不好？你喜不喜欢是一回事，但是实际上的历史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说日本征召台湾，哪怕是强力征召必须征召，或者叫你直接去你家里面你响应日皇吧那这也是他们的权利。所以拉台湾的男丁去参加这个所谓东南亚的战场，那是合理不合情但是这个只能说合理不合情对不对？在台湾那个时候已经有第43任总督、第44任总督了，对不对？廖天丁都觉得很夸张，但是没办法，这个形势比人强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说当时的尼米兹他就是认为是说，你要阻断日本人的跳板攻击，那么你就必须进攻台湾。那么进攻台湾呢就有什么呢？就是他们要解放台湾。那所以是说呢，那个时候呢就变成是说进了台湾之后呢，这就归美国去管，然后美国政府去管理台湾这块土地。那个时候是战争期间，所以说它会有所谓的军政府，这是临时的在台湾要成立的一个军政府，不是美国他自己的军政府。美国它是有白宫的，它不需要军政府。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这个状况就是说他们预计要去做这些事情，但是这个是停留在理想跟架构之下，因为日本没撑到那个时候他就亡国了，不是亡国就战败了，是不是？所以说在构想之中美国国务院他们自己内部也去强调，任何在台湾军政府都是临时性的，就是在台湾成立的美国军政府它是临时性的，它的最终目的是帮助中国，也就是中华民国恢复对台湾的主权，而且是遵循了开罗宣言的精神。那1944年的时候呢，那美国国务院它备忘录里面也指出一件事是什么呢？
如果美国军队开始占领和解放台湾，记得这是美国国务院不是共产党出来的是美国国务院所做出来的。美国军队开始占领和解放台湾，可预料在台湾恢复中国主权之前，美国军管机构将继续存在。意思就是台湾恢复的交给中华民国之前，那么美国成立一个台湾在美国在台湾的军政府，还会继续存在。所以说呢，他意思就是在打退日军，然后让中国接收之权是由美国军政府去管理的。所以说就有人说台湾是属于美国军政府的，这构想是不是凭空而来的？不是，它是有它的一个历史背景。但是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就是美军没有进来台湾，也没有解放台湾，也没有打退在台湾的日本人，都没有。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美军选择了去进攻菲律宾硫磺岛这种总知道了，这历史总是念过了，对不对？不觉得现在小孩应该比较笨一点，没有念过硫磺岛还有冲绳岛的路线，所以是说美军到最后你也没有登陆台湾，所以在台湾所建立的美国军政府的事情是从来没有一分一秒去付诸实行的。他都在一个假想之中，我认为就是应该要这样去做，但是实际上计划赶不上变化，所以说我后来这件事没有去做。那么呢，台湾就有一些的先进同胞还有贤达，他就认为是说你没做是你的事，我认为你有，我认为存在，它就应该是存在。所以说我可以带你发身份证，我可以带你发一个许可证，可以自由的进出美国海关，这行不行达到？不行那 AIT 都出来，去那个美国在台协会都出来说这个是骗人的，对不对？所以这个事情就变得很有意思，就是说台湾你还在去争台湾主权未定论这件事情，你是着实的去上了外国人的当。洋人就希望怎么样呢？很简单一件事，欧美还就非常希望最好中国明天就发起收台战争，最好就是这样。为什么？因为没有战争的话，那他们在战争里面，然后中国没在战争里面，那么你中国不就是自己怎么开始独自升级，然后开始发展成长吗？反正不希望中国在大家都混乱的时候，美国要陷入战争，对不对？那你欧洲又受到乌克兰战场的问题，那中东也开始战争，是不是？南美你也有委内瑞拉开始要跟他打一仗，大家都在打仗，就你中国不打，那行吗？那你这独自发展、独自升级你是怎样？你去跳到异世界去了，是不是？那怎么行？最好是你也要陷入战争，所以最好他们希望能够迫使中国赶快去解决台湾问题。那这个是我个人的猜测，但是在这个猜测底下，我们想一件事情。中国的文化，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那流传几千年的，对不对？我跟金老师在聊天，我就说，我们中国有主龙皇帝就秦始皇他所建立起来的书同文、车同轨这样的状况，所以说我们文化是传承几乎没有断层的，对不对？哪怕是五代十国，或是那个八王之乱、魏晋南北朝，都一样文化是传下来的。所以是说，那个兵法里面有一计，不知道各位听过，叫做将计就计。我怕了，就是你要将计就计，你知道吗？明知道这是陷阱。那我就去引你陷阱，因为你叫我去这么做了嘛，我就这么做了，对不对？那我不就成功了吗？收回台湾了吗？是不是？这个在战国时代，对不对？那个秦国就收到了什么郑国渠，还真的去想要皮秦之策。所以说秦国有没有因为郑国渠让他衰弱，有衰弱一阵子，到后面变更强了，对不对？还有都江堰，是不是？这个我跟你讲，我现在觉得很夸张一件事情，我告诉你我女儿是00后跟10后的，他们完全不知道郑国渠跟都江堰。这个状况我真觉得现在小孩子可以如此的愚蠢，我也觉得很夸张。金老师也不知道，他也表示不知道，因为他在加拿大念书就算了，我原谅他。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各位可以理解是说，你整个的环境它并不是说照别人所讲的那样，然后我们知之为不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你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而你不要不知道装知道。所以我们从历史的架构里面，我们去扒出来看其实基本上欧盟讲的是没有错的，2758的决议文没有归属台湾的地位，当然没有接受对，当然没有接受对不对？因为他讲的就不是这件事情，怎么接受？是不是？对不对？我中午去买便当，我就没有牵扯到这个买房子的事情，合不合理？合理我买个便当跟买房子有什么关系？没关系对不对？就是这个样子，好吗？所以各位去理解这个状况其实是一个很特殊的。那看完这个之后那我看各位什么问题，我们现在把角度换一下不要讲台湾，太累了，讲台湾太累了，好不好？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用实力说话都是这样子。
坚哥烧脑神曲，我也觉得很烧脑，好吗？那么台湾会不会交易出去啊？我觉得你把川普逼急了会，你把他逼急了，他真的会，好吗？这真的是这样哦。那个你把美国逼急了，你把川普逼急了，他真的把台湾交易出去，因为台湾无利可图的状况之下，他只能什么去做权衡。商人最厉害是什么？权衡哦，利润是哪里来的？权衡出来的。哦，那你所有生意的市场怎么开拓？权衡来的，不是无脑往前冲。任何生意都是权衡，权衡起来利跟弊之后，他才能做他自己最好的一个决定，好吧？所以，我们其实台湾基本上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吧。我们就只能等着给别人切，什么时候切而已，好吗？各位去记得一件事哈，讲到台湾最后一个跟各位去聊的事情是，中国现在开始去讲那些过去在台湾第5纵队这些间谍将军，然后开始给他们歌功颂德。明明就是间谍，为什么把他供出来，然后开始歌功颂德呢？很简单一件事情，因为统一在即了，懂我意思吗？本来过去蛰伏起来的那些一些在那个历史黑夜里面下的这些台湾算是真的是叛变的将军，对不对？然后卖台湾的这些军情资料去给中国，然后让他们能够解放军来的时候可以少损失一点。所以有将军啊，有什么的状况的，是不是？这个电视剧都有了，我忘记什么名字了，好吗？我忘记什么名字，反正各位去看。但他们可以把这个应该去隐匿起来的事情，全部把你公布出来的时候呢，代表是说什么？他们未来要把他们开始要建庙烧香了，这些都变成历史英烈了。台湾的那个这个忠烈祠里面都要摆他的名字进去了，你懂我意思吗？所以说现在整个态势是越来越明显了。统一其实就在这一段时间之内，其实不会太远的哈。那个我不要讲什么名字，你知道就可以，好吗？好不好？开罗宣言跟波茨坦宣言没有日本签字，那是不需要他们签字的，因为他的投降书里面已经同意了这件事情，他并不需要日本签字。那是不是说日本都没投降，你要签个毛啊？对不对？不需要日本签字，各位去懂这个意思。日本是战败国，战败国你没有权利去对你任何的这些占领地做任何的一个签字的权利。你要去了解战争法的意思在，而不是说因为日本没有参与，说日本可以不同意，你叫日本看他同不同意。我告诉你，高市早苗上来，他也不敢说，我没有同意，说日本没有战败，没有，我土地没有归还，那是不行的，因为你是战败国，你是被打服的，你就只能听话，这个是很确定的一个事情。不然的话，那个在一战的时候，在那个欧战的时候，那么多国家被消灭了，请问他们的国王都有签字吗？没有，对不对？路易16脑袋掉下来，他有签字吗？他签不了，对不对？说很多事情不是说那些说因为日本没有签字，说那个不成立，不是的，那个是不对的。战胜国有权利决定你任何一切，就像为什么那个像这个什么日本他们现在包含高市啊，还有这些之前的一些总理都希望日本的自卫队可以变成他们的国防军，为什么？因为日本到现在还是被占领国，他们自己的国家都不是自己的，你知道意思吗？这个有美日安保协议里面，美国真的是要动用日本的时候，他可以征用日本一半的土地。日本同不同意有问题吗？没什么问题，因为是美国把他打服的。那所以说他当然是这样。那美国是不是真的因为美国把日本打服，日本才能够放弃呢？这个稍微讲一段小历史跟各位建议一下，讲一个小历史。人家以为是胖子跟小男孩迫使日本天皇来去决定要投降。其实他们日本本土当时是有1亿玉税的计划，也就是说呢，那激进派的将军认为是说，我外面打不赢了我可以动用我1亿的国民，我跟你拼到鱼死网破，我跟你打刺刀战，我跟你拼到底为止，这个是有的。那日本天皇为什么他要投降的原因，不是只有那2颗原子弹，他有没有人打第3颗、第4颗，其实大家都不知道。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不是俄罗斯，算苏联。苏联反过来要去打日本的，而且他可以跟日本打本土战，因为他们2个距离很近。当时苏联的钢铁洪流，那真的是一个钢铁意志的洪流啊！他真的如果登上日本，那日本就完蛋了，日本会彻底的被消灭在这个世界历史上面，会被赤化，它就变成苏联的一部分，你信不信？所以是说，当时的天皇他要投降的原因，不是只有那2个原子弹，重点是在于是说。你这个苏联的这个钢铁洪流，他们准备回过头来，因为他已经干掉了德国人了，所以准备回头过来去处理掉日本。因为处理掉日本，那这对苏联最有利的，因为他背后不会有人跟他去背刺嘛。因为苏联本来就跟那些日本他是敌对国嘛，所以他只要回来把日本顺便赤化了，行不行？那是可以的。
那是可以的，是有机会的。而美国能不能去登陆跟日本打这个接近战呢？美国是有难处的啊！你知道登陆到日本本土上面，跟他打这个白刃战、巷战，其实美军是得不到好的一个结果的。为什么？你就看越战就知道了嘛。越战跟越南人打巷战，你跟他打了本土战，他打你哪一个地方去了？对不对？你在这个所谓的那些阿富汗那个地方，那平原也就算了，对不对？你他妈在越南打人，打到雨林里面，打到你自己不知道姓什么。阿富汗也不能算赢，因为他只守了科布伦那个地方而已，对不对？说你到日本，那苏联军一上来，他真的是坦克给你碾平了，碾平你要怎么玩？你这亡国，那个不是战败国，那叫亡国，真的会被推倒。所以说天皇他决定是说，我既有美国2颗原子弹，对不对？后面又有苏联来，所以说你1亿预税，那是绝对预税的，绝对会税掉的。说不如投降吧，投降我还保留有日本国啊，这个是一个前提，好吗？这是有前提，好吗？我讲了这么多，还是有人说旧金山合约才有日本的签字，都没有把我刚才跟你讲了，开罗宣言跟波茨坦公告，请你去看清楚，你跟我辩这个没有用啊，这个是没有用的。你在一个没有谈到领土的合约跟宣言里面去谈说他们没有谈到合约，废话当然没有。那在开罗宣言跟波茨坦公告讲的话，怎么会跟其他东西有关系呢？是不是啊？你要去搞清楚，法律文件就是这样，做什么事情谈什么事情。签什么事情？你不能早上去买早餐的时候问老板，你晚餐要卖给我什么？不行，他不负责卖晚餐嘛，好吧？这是一个重点，好吧？这个是一个重点你可以不接受了，我讲的也不一定对，好吧？你只要觉得我错就可以了，好吧？你只要觉得我错就可以，你不需要觉得我对啊。我只是讲历史，讲这个合情合理的东西，你可以说我是错嘛，好吧？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什么呢？下一部分就是在我们的中东战场，中东战场我们2个礼拜没讲了，一点也讲不到。中东战场当然就是加沙地区，加沙地区其实大家都很同情那些加沙的难民，那是没有错的啊。当然，就受苦受难的将近50万的老百姓，50万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啊？那个50万，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数字啊。50万人不是说他们陷入战争，而是你基本上都是被屠杀了，而且大部分都是妇女跟孩子。那这个他们的所谓的上帝之鞭，我不觉得他上帝的爱在哪里体现到了，我不了解。说真的，我不了解这件事情。但是反过来看，哈马斯到底是什么东西呢？为什么打到现在？没有国家去支持哈马斯，伊斯兰世界也不支持哈马斯，但是他们伊斯兰世界是支持去想办法去照顾其他难民的，但是他们没有支持哈马斯，为什么呢？因为哈马斯是什么东西呢？哈马斯它其实是一个简写它的全称那这个太复杂念，我就不念它全称了。它的中文名字叫做伊斯兰抵抗运动它的取它字首就是 HAMAI S， 然后就是哈马斯，因为后面那个其实后面是那个伊斯兰嘛，所以说呢，它的阿拉伯语缩写就是哈马斯，而它也不是什么古老的一个军队，它是1987年才成立的一个激进主义的组织，它是大概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的期间去申请的。所以说哈马斯是做什么事情呢？他难道就是为了是说报自己说被欺压的结果而做反抗出来的激进组织吗？也不是这样子而已他在开始创造哈马斯也就是这个抵抗运动的时候他最初的宗旨是在哪里呢？是在解放以色列占领下的全部巴勒斯坦的领土。包含了现在的以色列，所以哈马斯它本身就是为了去把以色列推翻掉而存在的组织。你说以色列人对他感不感冒？你超感冒的嘛，对不对？所以说呢，包含现在以色列、约旦河西岸，也就是现在那个以色列想要得到的约旦河西岸，还有加沙地区。所以说他要建立一个完全政教合一的一个伊斯兰国家也就是说呢，他要取代巴勒斯坦，巴勒斯坦也不用成立了。我哈马斯就是新巴勒斯坦所以说他就反对以色列的存在，而且还有这个中东是不是应该要跟以色列去和平相处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呢，这个东西是在哪时候宣布呢？他1987年成立，1988年他就有哈马斯的宪章，他已经特别标注到我他妈就是来干死你以色列的，这样明白了吧？很粗俗，但是他就是明白就这样子的。所以是说他政治立场也在2017年的时候发生改变了，也就30年后要产生了改变。什么呢？他发布了一个新的政治纲领，他表示他接受以色列以1967年为边界建立起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然后呢，他斗争的对象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也就是以色列嘛其实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但他是说我只是反对以色列复国主义以及现在的以色列政府，但是呢，他不是针对所有犹太人。
这个东西呢，其实也就是台面上的话吧，台面上的话吧，因为他后面还是针对以色列做了很多的武装袭击，还有一些恐怖攻击都有了吧。他的军事组织啊，其实在我们的新闻里面常常会听到，就是卡桑旅其实在打之前呢，他有点示威，但是他这一次啊，为了打赢那个以色列，还发了5000枚火箭弹所以才过的。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当然以色列逮到机会他当然想把哈马斯除之而后快。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理解，伊朗或是其他的地方或者其他阿拉伯国家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去支持哈马斯，甚至现在也不直接支持哈马斯，反而是去支持的，比如说盖达组织或是伊朗或是其他的国家，但是就是不支持哈马斯，没有人去支持哈马斯。那哈马斯就变成一个很奇怪的存在，他掀起这场战争，然后呢，让以色列有怎么样将计就计，对不对？以色列用了将计就计这张牌拿出来之后，然后就开始对加沙地区进行了一个推平的作业。其实以色列它这个模式很简单它就是要把那个土地上所有的生命跟土地都把它移平了就是变成他自己的国家，这个是很明显的。所以现在就变成是说，哈马斯他控制了加沙，所以说那以色列就可以光明正大将计就计。你既然打我了，对不对？5000个火箭弹，那么我就杀你5000万人也没什么问题，每天没那么多人他杀你50万人，是不是？所以在这个状况下，就变成是很多的一个争议的存在。所以说你说哈马斯为什么在这个战争里面呢？他一直变化到大家觉得很莫名其妙。伊朗说话，大家就愿意同意；那卡达被打，大家也开始义愤填膺，准备开始反击了，对不对？那还包括叙利亚那边出问题，大家开始情势紧张。那哈马斯被打得乱七八糟了，大家觉得哎呀怎么会这样？然后呢，接下来就只关心在加沙的人口，并没有人去想到哈马斯这个组织。原因就在这里他本来就是怎么样呢？就是学会万人敌，我一个人的敌全部。所以他这样子犹太这样子的一个什么伊斯兰兄弟其实在其他人来讲就是觉得有点感冒。但是呢，你既然办了这个事儿，我们也没有办法而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就发现是说，他现在虽然签了协议，但这个协议上面也是很多的争议在，包括领土这个问题他那当然加沙是说我要交给联合国，但是主要是希望有以色列人去处理这个地方的事情。那当然这个也是有困难的一个地方。所以说以色列即使他接受美国20点和平计划，而且10月10日的时候已经批准了停火协议，但是呢，哈马斯有没有解除武装呢？有没有放弃对加沙地带的治理权呢？这个是没有的，我们知道这个是没有的，对不对？因为你还没有说撤退，然后我把武器放下，你他妈的要我怎样？我脖子伸过去给你砍了，对不对？以色列说话不算话又不是第一次了，是不是？我放下武器的时候，他刚刚好就直接把你无人机把你打了乱七八糟了，是不是？那就很糟糕。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你说未来会不会有些加沙民众回复他们家园里面？我觉得以色列基本上应该是不会放弃过这次的机会。他多多少少都还是要拿到他这个所谓的一个屯垦区的一个权利但是呢，你既然已经抄家灭族了，说你这个争议这个恨意基本上你在中东地区是不可能愈合的，因为你杀的人太多了，而且你杀的是女人跟小孩，你让别人怎么去接受你这件事情呢？那是很大的一个问题的那当然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伊朗他自己也发生了，比如说革命卫队跟武装分子交火的事情这个当然后面会慢慢的一些更多的变化在。那么我们在讲完这哈马斯的问题之后，我们要去理解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以色列为什么他一直想要拿到加沙地区？各位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你有没有想到他为什么我这非得来到加沙地区我一定要拿到约旦河西岸，这个是我必要的，这是我几乎算是我什么呢？我的宗旨。任何谈判他都需要能够达到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呢，其实就是有个事情的。它这个东西其实这个我身为一个命理学老师我只是讲故事当然有一些不同宗教的朋友你有你们的想法，好不好？我只是讲我自己的故事，在我的频道讲我自己的故事，你姑且听之，好吧？这个其实他会一直想要加沙地区那是因为在以色列他国内有一些极右翼跟宗教民族主义的里面他是有他的一个其来有自的道理在比如包括现在呢，他们的总理纳坦雅胡也是这样的想法。他认为是什么呢？这个加沙地区它是上帝给他的应许之地。他们引用的是圣经旧约包含创世纪里面的。他们声称上帝将把尼罗河到幼发拉底河两河流域嘛，对不对？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的土地赐给了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以及他的后裔。那么这个状况就代表是说，加沙地区就在神应许的这些土地的范围之内。所以是说加沙走廊、加沙地区
应该是上帝所赐予给犹太人的永恒产业，而且是神赐的土地的一部分啊，这个是他们的一个理念，然后他们就一定要去达成这件事情。那在这个状况之下呢，那当然他们现在也有在另外一个想法啊，就是他们国内里面有其他的想法，就是所谓的大以色列的理念啊，包含他们自己的一个极右翼的组织也会有这个状况，等于是说呢，他要领土的扩张啊，是超越目前的以色列之外，还包含了约旦河西岸啊，就是我们一直讲的为什么他一直在约旦河西岸这件事情嘛，对不对？加沙地区还有部分埃及的土地，它那个地方好像叫西奈半岛，还有约旦、叙利亚、黎巴嫩的领土哦，那么这个状况就是他们所谓的大以色列。而这个事情为什么我刚才说到纳坦雅胡呢？因为其实各位这个有一个小故事，各位可能没有在国际新闻上看到。因为纳坦雅胡总理啊，他在2025年的8月就认可了这个大以色列的理念，并且他有去演讲的时候列出了他整个宗教地图，认为刚刚讲到的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埃及、加沙、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的一些都是所谓大以色列。所以说我讲这些国民，各位有没有去发觉一件事？在二战之后，这些地方永远都陷入在战乱，尤其是叙利亚，还有部分的埃及、约旦也是。对不对？还有黎巴嫩，这都有恐怖攻击。那加沙地区跟那些巴勒斯坦地区就更不用说了。为什么？各位，这个是不是有一些弦外之音在里面？因为他要，所以说你就不能平安。懂老师的意思吗？二战以后，在这个地方特别有这个状况，你不能平安，因为这个东西都属于什么大以色列的土地啊？这个我个人的臆测啊，我个人的臆测。所以这个是非常有趣的啊，有些事情我们宏观去看，知道说为什么他要去做这件事情，那我们才能够去理解现在国际形势的发展为什么会走到这样啊？他是有他的一个他们各自的思维、各自的理念跟各自的想法所形成出来的，他们必须打仗的一个想法。但是比较有意思在哪里呢？因为既然要讲这个话题嘛，所以说我也去研究了一下关于旧约里面所讲到这个事情，但是呢。有一件事情是比较有趣的，是什么呢？你要去做这个以色列复国，你要去做大以色列这样子的一个举动，那基本上应许之地嘛，你要说这个也是可以，但是它有一个但书在旧约的预言里面这个建立这个大以色列的国家，必须要有一个弥赛亚，也就是所谓的受膏者救世主，那就是他才能够去处理、去恢复所谓的大卫王朝的荣耀。对不对？他是必须要有一个弥赛亚出来。那么这个弥赛亚是不是神呢？这个弥赛亚不是神啊，这个是我个人以中华文化的算命师所讲出来的故事我没有挑战任何的教会的权威我先给讲清楚。那这个弥赛亚在一般来讲，他是被视为一个未来的理想君王这个理想君王是人类，他带来了和平正义他才进入这个地方。所以是说在一些理念里面就发现了，现在既然没有弥赛亚存在，那么你以色列的复国主义跟大以色列，你是不是就已经违背神的意念了呢？因为现在并没有弥赛亚来当然他也没有规定必须要弥赛亚来做，但是它里面就有预言里面是弥赛亚来做这件事情，但是他也没有写必须弥赛亚来做，所以这个里面就有一些模糊的一个状况。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比如说这些传统的犹太教派犹太教派不是都是激进的，好吧？这个我们要去讲，总会有人一些激进的，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激进的。犹太人里面也有好人，但是呢，我不知道多寡但是它里面也去反省一下，比如说他们最古老的叫做哈瑞迪派的，他们就发出一个想法如果凭借的是人力，而不是神的力量和弥赛亚来建立的国家，那么我们做的事情是不是就是对神的僭越？他没有说必须由弥赛亚来建立，但是他说由弥赛亚建立，但是没有必须，就变成一个文字游戏。所以是说，既然现在没有弥赛亚，难道你纳坦雅胡认为你自己是弥赛亚吗？你难道你要学那个谁，那莫迪一样，你要把自己造神吗？对不对？弥赛亚是才能够去建立大卫之国的一个应许之地嘛。那现在没有，现在并没有这样的状况，对不对？所以你是不是僭越了你现在变成僭越了。你就违背神的意志这个东西是在他们的教派里面有一些的争议在不代表是说谁的立场就是有争议，有争议才叫对的嘛，是不是？所以说他的应许之地在这里就现在一直发生战争的地方就变成是说战争一直不断，然后呢，现在以色列想透过这个状况，我一次把它
做出来啊，一次完成这个理念是行不行的？是他们自己认为是行的，但世界认不认同是世界的事情，那他们自己认同嘛，对不对？你不同喜欢我的是你的事情，但是我自己喜欢我自己嘛，那也是可以，好吧？那每个人的想法是这样子的。有些人传出来是说什么呢？有些人传出来说啊，那个犹太教他就准备是什么？是世界上只有犹太人这一个民族，那也只能信奉这个所谓的犹太教啊，这个完全是一神一民族的啊，这是谣言啊，这是错的啊。这个在这个在他们宗教里面有说过一件事啊，就是什么呢？上帝对犹太人说：“你是我从万民中选出来的民族，我只注视着你。”意思就是这个世界上有万种民族，那我只见到你。那所以说我就注视着你，我就关切着你。所以说呢，不是他们是唯一的可以的民族，只是大家误用了这个事情，就觉得犹太人是要怎么样，要学美术生这样，就开始消灭全世界所有的民族，唯他们只有他们自己的民族才叫民族啊，没有哦，这个真的是谣传。但是呢，它是一神教，这是没有错，每个宗教都一神教的想法都有了，那这个我们不去说对还不对了，这个没有意义在。但重点就是什么呢？重点就是他的行为上，宗教上他是排他的。但是呢，并不是代表是说他们的神不爱世人，所以说呢，他为什么要去屠杀那么多的加沙上面的百姓呢？所以说你就违背神的意念了，好吧？这个就是错的，好吧？我觉得这个我可以讲啊，你屠杀就是错的，那是不对的一个事情，好吗？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所以说为什么巴勒斯坦他现在想要建国，以色列跟美国一定要去反对呢？那就变成是很明白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只要现在巴勒斯坦啊，全世界170几个100多个国家去赞同巴勒斯坦建国，如果美国也同意的话，那么巴勒斯坦就变成联合国的一员，然后他就行使正常国家的权利，疆域、边界什么东西就变成了台面上的事情了。那么很简单，犹太复国主义就永远不可能成真。那这个联合国的故事我们跟各位讲过，联合国的成立就是为了让全世界的国家疆域不要再变化。那也就这么简单的事情。说你联合国5常，当然你可以7常，但是你不会6常，你也不会4常。为什么？因为它必须维持的不平衡的状态，不会有那个完全不行的状态。那么也为了战争不要让形成毁灭性的，所以说会有一票否决权。说你常任理事国为什么一票否决权？就是这些人他都有核弹，懂了吗？这些人都有核弹，所以说呢，你出事情，大家一起死啊。当时中华民国是没有，是没错，说的是例外，战乱时期嘛，对不对？但是后来中国有啊，说他一票否决权拿得很硬啊，你知道吗？他拿的是很硬的啊，对不对？但你这些国家你不同意，我他妈把你炸了，大家全部打掉重练，是不是？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巴勒斯坦他能不能建国？全世界都觉得他应该建国，但是以色列跟美国不同意他建国，原因就在这里，因为他只要建国了，那以色列复国主义啊，或者是大以色列这个理想。不可能达成，好吧？因为巴勒斯坦它这个疆域会一旦放在台面上啊，它会非常的广大，这么广大，你觉得他会接受吗？不可能，好吗？要你理解这件意思，好吗？好，来，我们看看这样，老师只是说给自己爽也可以，哎，也可以啊，你只要你觉得对就可以了，好吧？那你觉得对就可以了啊，我也爽就可以了，你也爽，我也爽，大家都爽就好了吗？哎，我已经老了，哎呀，好吗？哎。老师是高山族吗？不是，我是马祖人，马祖就那个马祖，好吧，就是那个马祖啊，金门马祖那个马祖，我是马祖人，马祖2代，我台湾出生的，好吧？哦，哎，啊，好，那我们继续哈，应该讲得完吧？讲不完吧？我觉得。好，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加沙问题啊，今天只是把台湾问题跟加沙问题啊那些只是历史的纠葛跟大家说明一下，理解历史是很重要，我一直这么认为，历史是我们可以回顾的事情，我们是可以回顾的事情。所以说以色列可以用将计就计啊，你说觉得中国人会不会将计就计呢？他将计就计，那么我不惨了嘛，对不对？真糟糕，糟糕的东西。然后来，那现在我们看一下美国的问题啊，美国的问题基本上也是我们要关注的，为什么？因为美国过不好，他就想到大家都过不好，对不对？他是我们老佛爷，是不是？他过得不开心，他就让全天下人不开心，好吧？这个是一个老佛爷的思想，对不对？所以现在美国大多的问题啊，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争议。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啊，特朗普总统啊，他已经是宣布要去做数百亿美元农业补贴计划，但是是有问题的哈，这实际上是有问题的，因为他真的补贴放进去啊。那他也只能去覆盖27%的缺口，等于说其他的也是完蛋了。而且在27%里面啊，他也
它基本上大量的至少一半以上的钱都会涌入了最富有的前10大的大农场主。之前我跟各位讲过，大农场主是不会倒的，倒就倒小的。为什么？因为你要补贴，你就要有经济规模。我把钱花下去，不是让你去缴贷款的，是让你不要这个产业崩盘。我既然让你产业不要崩盘，那么我就必须优先去补助田大的、地大的，而且他补下去之后，他真的会活下去的。但是你小农场主不一样，你把钱给他之后呢，他缴完这次的贷款跟房租跟那些所有东西之后，他觉得我过了这一关了，那我不玩了，对不对？我把东西卖一卖，我就在此3代为农的状况之下，我红五类，那我就不干了，我就退休了，我去麦当劳，可以了吧？所以说你把钱给这些中农或小农是没有用的啊，这个听起来好像很残忍，但实际上是这样。你不把钱给大的农场主，他们就会一垮。那你一垮就是不是一家公司哦，你一垮可能就是一个产业，因为他可能就是几千亩的田地在耕的。懂我意思吗？他几千亩、几万亩的土地在耕的，你小的农场主可能100-200亩，然后200-300亩、500亩，但是他们这几万亩的状况在耕，所以你是不一样的规模，你一定要先维持住大的，大的不倒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让大的倒了，你小的他一定也会倒，懂老师意思吗？他小的一定也会倒，小的本来就会倒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只能够两害取其轻，那你是不是在权衡呢？所以它必须要权衡，所以一定是给前10%的大农场主，让他们活下去，这个产业才有未来的。所以即使农民他需要说啊，你不要补贴也可以，你帮我把它卖掉，那也行吧，对不对？我也愿意继续当农夫啊，我也不想倒啊，是不是？但是是没有办法的问题。那讲到这个事情呢，就有人说，老师你这样这个是不是有点矫情了？因为美国它只有50%的大豆市场是给中国，也不是100%。但我们之前其实也讲过。有些问老师这个问题，我之前也讲过，这个大农场不容易倒，原因就是它并不是100%都是卖给中国，50%给中国而已，只是中国占的比例太大，他们能够在最后他们补贴之后还能够撑下来。但是问题是在第二点状况之下，问题就在于是说，不是剩下的50%的人要不要买的问题，而是在于这些农场他们因为关税的原因，然后他们所有的肥料、机具、零件、种子、材料都涨价了，任何东西都涨价了。等于说种耕田啊，你们就做过农产品的知道，它的利润其实没有那么高啊。你说你市场台风来的时候赚个10倍，那是台风来，那也就特殊状况之下，你一般正常的粮食产地啊，你能够涨的是有限的。那之前在特朗普第一任的时候啊，那个他们的确是赚了很多啊，成倍的赚，但是就那一次，也不是后来每一次，对不对？你好年景总是会有的，你不能说都不给农夫占权嘛，还是有，但基本上赚的还是大农啊，不是小农。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你今天问题不是在于说50%没卖掉，另外50%有人买，我们继续维持下去，加上这些利润，我们是不是可以维持60%的？并不是，因为你的成本涨了30%。各位懂老师意思吗？你的肥料、你种子，任何一切农机所遇到的东西，你涨价20%到30%的状况之下，那么请问一下，你要怎么样去弥补这些亏损？本来就只有50%卖了出去，然后接下来加了20%的关税，你东西变贵，成本变贵，人工也变贵了。为什么？因为你请不到农夫啊，你请不到农夫去收割啊，就处理一些农务啊，你不能说都是机器啊，你还是要有人啊。可是这些农场谁去做呢？没办法，你出的钱太低了，对不对？你说啊，这个一个小时9美元，你做不做？9美元啊，现在台湾好像是高价，对，200多块台币一个小时，对不对？好像高价，不是啊，在美国你这个东西是饿死的，对不对？没有人愿意去做的。连这种高体力、高劳动的，他们不给你喊个20-30美元，人家不愿意去做啊。那20-30美元的话，他不是亏本吗？对不对？那肯定是亏本的啊，他们就不愿意去做。你不是只请10个，你要请个几百个、上千个去干的，那怎么划得来？那就变得划不来的状态。所以说，为什么豆农说他们要有市场去卖？就是说，有人卖，我才能够把我这些涨价的成本把它垫出去，让消费者去买单。这是不是很正常？这是很正常，因为成本高了，卖贵一点嘛。所以他现在能不能折价去卖，然后来回一点本，折价卖你也解决不了问题。就跟现在中国的房子是一样的，100万买了房子，是吧？那贷款30万，然后呢，你还到现在你还有65万要还，但是现在的行情就是30万，只值30万，你卖房子你还得先贴30万去给房东，给那个银行，你愿不愿意？听好了，现在就这个状况哦。我之前老实讲没有人信，我现在跟你讲是真的。100万你买了100万人民币买了房子，
你缴了30万头期款，然后你还了3年4年到现在，你还有65万没还，这也是真的哦。因为不要说在中国，在台湾也是一样啊。你做任何贷款或任何东西都是一样，前面的东西都是利息高，本金低，这是银行给你算的状况，好像你每期都缴了一样，没有，它里面的利息跟你本金的含量是不一样的。银行要确保我一开始得到的都是利息利润，我后面再慢慢收本金啊，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状况，很正常的一个状况。所以说，你买一个1000万的房子，你最终要缴出去1500万，加上装潢，你要这个房子你花了1700万，你以为你只花了1000万，不对，你花了1700万，然后住了30年之后，然后呢，你就得把它还给别人，那这个东西是有一点压力在的，说真的是有点压力在的。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他现在不是说我卖掉就没事了，是我卖掉也倒，我不卖掉也倒，那这才是问题，懂吗？我卖掉了，我还得还银行，还不够；我不卖掉也不够，都不够，那我卖不卖有差吗？那已经不是说我还有一线生机，有一线生机啊，农民的意志力啊，跟他的韧性啊，是会努力去顶过，但是现在是没有办法的。我们要看啊，中国啊，它在2024年进口美国1.05亿吨的大豆。现在是零，现在是零哦。而美国大豆第二个市场墨西哥，它在2024年采购的是多少吨呢？1亿吨，还是有2000亿吨，还是有5000亿吨？有中国的一半没有。美国第二大市场就是墨西哥哦，它买的采购量是600万吨，第二大是600万吨，第一大是1亿吨。你告诉我这个市场怎么去补贴？你怎么去补贴？各位懂老师意思吗？美国的农场主跟农业，他们预计我明年、后年、大后年，我每一年至少都有1亿吨，再差一点8000万吨的大豆可以卖出去。所以说我们怎么种啊，都可以赚钱，赚多赚少而已嘛，对不对？加上今年好年景，他们大豆是空前的丰收，但是没人买，那你就能烂。你1亿吨的不买，那600万吨的买，给你买到800万吨，你也没办法去救。所以你后来去找了什么印度啊，还找了什么阿根廷啊，找谁去种都没有用，都没有用。为什么？因为1亿吨这个缺口，你是无论如何都补不齐的，因为没有人可以去跟第二名比，第二名就拿600万吨，那么其他人买就几十万吨，几十万吨。就说川普说他要去解决这个大豆难题，基本上是没有办法的。而我说为什么川普有一天会把我们台湾交易出去的原因，有可能啊，不说一定。最大原因是什么东西呢？是川普他居然可以下令是说，之后只要是中国制造的船，不是中国籍哦，我不讲的不是中国籍哦，是中国制造的轮船不能够靠岸美国，你不然的话就有10倍的那个厂泊费，那就天价，你知道10倍厂泊费，然后呢，中国的商品税金呢调到100%，是不是？那这个状况就变成什么呢？我们就可以确定美国在破罐子破摔，因为他没有办法了，所以说他怎么样呢？把矛盾极大化。对不对？把矛盾极大化，反正都已经不可能更差了。要么我投降，要么大家一起死。那2个人里面，他会选哪一个呢？当然不会是我自己死啊，当然是大家一起死啊，对不对？大家一起死，那我就算败了，我的下面人赚钱就可以了，是不是？美国的总统就算卸任了，哪怕他被弹劾掉了，他的家族不一定会受伤，因为这个是资本的体系，资本的家族。特朗普他还没有形成。像那个之前华尔街那些所谓的金融家族，比如摩根斯坦利这种他们大家族，川普还不到那个档次。各位理解老师意思，川普的家族本身还不到那个档次，因为他爸没这个档次，他儿子更没有川普这个档次。你这一代就有川普这个人很强大，你要说伊万卡也没这个档次，都没这个档次的状况之下，那么他还不是那个家族，他只能在这个地方获取一大笔利润之后，烂摊子交给下一个总统，没有他不需要负责的。各位懂老师意思吗？胡佛有负责吗？胡佛有被枪毙吗？没有啊，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民主政治就有点可悲的地方是。你选出一个人来，但是他并不需要为他失败负责，他的失败由全民负责，而全民必须要听他的话，这个有点矛盾，但是就这样吧，好吧，这个我们只能说，可能要给 AI 去管理这个世界会比较好。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可以确定是美国的这个，尤其是大豆的农产品啊，他们是有一场完美风暴，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去面对滞销，而且后面你还有所谓气候灾害跟成本飙升的压力，你现在能不能？或是要不要种明年的作物，你都抱持着问号。一种你就必须要去支出这些预先的成本，人工、机具、能源还有零件，对你都要付出去。你付出成本，但是你明年能不能回收？问号，不知道，大概率不能回收。但是你不种，那么你怎么去跟你银行说啊？我不种了，那我的贷款你就看着还吧。
能不能？不行，银行是必须看到你有继续在运作，代表你之前欠的款给还得起，对不对？那必须还得起啊！那你有在运作，代表你就可以卖东西，有卖东西有生意，那么你贷款还得起嘛？如果你先告诉我明年不中了，因为行情不好不中了，那可以，你不中当然可以，那你可不可以把本金利息一次缴清？能吗？能吗？能不能嘛？对不对？就是因为不能嘛，所以面临到这个风暴，就是它前无路，后无可退，那这个就会抱着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状态存在，好吗？好，各位去理解到这个对于美国来讲，现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可能会迫使的特朗普还会破罐子破摔，因为他面对到的不是只有大多的问题，还包含稀土的问题，还有就是说你这个美国对中国关税的问题，你把它调到100%，你叫美国人还活不活？说白了吧，美国人还活不活？因为他们要见面，传说要见面了，但是你现在调那么高，想再给对方极限施压，这招已经不行了，因为中国现在的强大，他手上的牌之多是。基本上已经可以碾压美国了，所以说现在美军他们不是有说吗？他们有钢铁的意志，对不对？已经不讲什么武器领先了，讲到钢铁的意志，所以网络上就有段子嘛，对不对？美国你有钢铁的意志，他们那中国的钢铁都要有意志了，是不是？这个状况就会出现，好吗？好，最后时间了，我们不休息哈，我们直接下去哈。所以最后我们来看了啊，就发现日本现在涨价的公民党，我封面写错了，这个名字打错了哈。日本公民党啊，他要求是高市早苗去。搞那个退休政治现金的规则，不然的话我不支持你当首相。所以说呢，公民党现在的态度是已经正式的退出跟自民党的执政联盟。那就刚刚讲说这个事情你不听我的话，那个问题就很大。小爷我虽然本身没有几席，20几席而已，但是呢，这样好像多少？他应该好像20几席吧，24席，对不对？但是呢，最重要的是什么？你日本自民党你自己在465席里面。你没有过233席，你没有过，就算没有过，所以说呢，他只要196席，所以他需要就是你执政联盟一起的合作，你才能够当选到你要推展的首相上去。所以说，自民党虽然他的势力很庞大，但是公民党如果跟你讲，我就是不服你，那这事也没门，因为其他政党不会去支持高市嘛，对不对？那高市的问题是不是来自于高市自己呢？其实台面上说的是说自民党难以根治的黑金丑闻啊，比如说内部的派系啊，收受一些非法的一些政治现金啊，还有所谓的黑金账户啊。那么公民党他们自诩自己是公正廉明嘛，那是因为他们小的党都可以说我自己很清廉，反正也没人给送钱给他，这现实的事情。就小党都是很清廉，民进党以前也很清廉，但大了之后怎么样，我不知道，各位自己去感受。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高市早苗就出现了问题。那既然不是高市早苗自己去贪污，那公民党为什么要针对他呢？就很简单，因为她是女人，这么简单吧？日本的政坛上面还没有接受女首相啊，还没有接受女首相。那这个事情我也觉得蛮悬的，但是他之前我讲上个礼拜我才讲到大概率会当选，但是我觉得有点悬，就是她是女人。日本的整个大明政治啊，我上个礼拜我讲的结尾就是日本的大明们会不会接受这个女人来当政，那还是未定之天。那现在这个礼拜出现这个问题了，就变成公民党退出，那高市早苗当选的几率就微乎其微。那如果高市早苗当不到这个所谓的这个首相，那么谁来当首相呢？那当然有人就去说是问过一些朋友，那么有人会说这个国民民主党的党首玉木雄一郎还有可能的这个状况，就变成是说呢，你这个立宪民主党啊、国民民主党啊、日本维新会啊，来把它在野党大联合推出来一个所谓的国民民主党的党首玉木雄一郎来当做这个首相，也就变成呢，你在野跟执政交换了，在野党大联合，然后来取代现在长期执政的自民党。这个能不能可能呢？因为在野党的众议院呢有210席，如果他再加上公民党公民党的24席，那就刚刚好超过了过半的党的席次，那么他就可以赢得首相选举。这有没有可能？这还真有可能这还真有可能。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自民党现在就要紧急更换候选人的状况会出现。说高市早苗当时他很开心我们要怎么样，要参拜靖国神社我们应该是要做一个什么台湾有事日本有事，然后呢我们极力的去怎么样去去中化，讲的噼啪响，但是呢问题是你达不成怎么办呢？你就没办法。所以说你说这个真的是公民党的问题吗？其实我还是这么想法，因为他本身高市早苗我之前跟各位谈过。高市早苗本身并没有真正所谓大派阀，
啊，这个它是不再属于一个大派阀的。所以是说呢，你是说他要怎么样去控制整个这么大的自民党机器？我觉得是有争议的啊。所以说我就说后面的大明同不同意嘛？日本的政治啊，其实包含那些长期在日本单位里面的，都不是一般人啦，都是以前的一些领主啊、藩主啊，或者是某个家族的成员啊，对不对？那这些成员呢，有些是御三家的啊，然后他在里面当继续执政。所以说呢，高市早苗他就是一个工人出身的家庭。那么你要去当一个首相，不是不可以，我觉得是可以的哦。这王侯将相，你有种乎？但是你要让日本大名们要不要接受一个女人当他们的首相，我觉得是一个问号哦。这个天皇愿不会同不同意，我也觉得也是后话。我说真的啦，这个民族性不是这么容易可以改变的。你说印度有没有女总统？印度是有女总统的，但女总统没有权利。说印度总理莫迪才有权利，但是印度的女总统是没有权利的，啊，几乎只是样板。样板而已，它没有任何的权利啊，只是一个摆饰品，一个标志而已啊，并没有的。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你说自民党会不会去做？那么就变成是说，现在日本的政治可能再过几天就要选那个首相了，那么就有可能变成大家走到一个协商的状态，由谁当首相呢？就有可能把那个最不想当首相那个石破茂，他可能继续当首相，然后变成一个看守内阁。直到那些政治的在野党跟执政党之间啊，或者公民党啊，或者公民党跟那个自民党啊，本身自己的协调出来，然后你才能够决定下一个首相是谁。说不想当的，他现在变成必须继续当，哎，你可能没机会，不然你就变成给在野党当。在野党一旦上去啊，那么一定会，他变执政党之后啊，他一定会清算你这些长期的这些执政党，因为很多政府的机密啊，你是执政党你还看得到。那自民党执政这么久，那你现在让在野联盟上去，然后呢，他又想打清廉，那肯定清算嘛，对不对？肯定是清算的嘛，是不是？那一清算，那你还怎么办呢？说目前为止最大的变数就是石破茂，你就悠着点吧，你就得继续待上去，你不想当也没办法哦。这继续过了2-3天之后，就要去做这件事情了。所以这个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状态啊，这个是一个蛮有趣的状态，好吗？好，还有什么问题啊？刚好10点，刚好讲完啊，谢谢。我要今天主题讲完了没？反正至少我的段落讲完了，在后面还很多，但是算了。罗先生一团灭一国是没到灭一国了，好，没到灭一国了，几个私药了。来看什么呢？两美关税补贴都补贴不了了哈。黄金一定有人这么问，那今天我顺便跟各位去讲，黄金上看世界还会涨吗？我告诉你，这个事情明的问的人不多，但实际上是很多人来问，为什么？因为老师从去年在流月里面就跟各位去讲过，买贵金属哈，你就可以，你不要买股票嘛，你买贵金属行不行？那当时这大家觉得行不行的，这是后话。但是呢，有些人买，有些没买。到今年啊，已经做报告出来了，今年的黄金涨50%，今年黄金涨50%。有人在想，这黄金会不会继续涨？你知道吗？我这只能跟你讲，我不能说黄金会不会继续涨这件事情，我只能告诉你的是，黄金放10年，它一定涨。你在什么时间买，从那个时间开始推10年，你不会亏本，你一定涨，而且变现容易，这个是我可以给你确定的。但是你会不会有可能有一天你亏本？10年内你可能会亏本。你放10年，你可能中间就赚了，就像去年黄金也是涨很高，很多人买觉得啊又跌了啊，又亏本了啊，都不要听你的话，哎，结果现在涨那么高了，你也没分我啊，对不对？你有分我吗？没有嘛，是不是？对不对？没看到有人拿个200万来赞助我啊，也没有嘛，亏钱的人赔怨我，赚钱你怎么没有分我？开玩笑了，不要来分我，真的不要来分我，好不好？真的不要来分我。所以是说黄金你只要买的时间点算10年，没有人会亏 ，nobody but you， 好吧，没有人会亏，这是确定的。你去找黄金的历史的10年线去看，任何一个时间买，放10年之内一定赚钱，基本上都没有不变现的机会。你只要买的是黄金，金条金块，你一定可以变现。那就像老师以前那个听到一些故事啊，就是有些家里穷怎么样呢？那就把那个什么。那个课本里面有讲过啊，那叫什么呢？一对金手镯啊，这可能过去的那个什么一个作者叫什么齐什么的，然后他讲的这个课文，穷的时候把那金手镯一段一段剪下来换钱，对不对？为什么？因为黄金永远可以变现，所以你买黄金金条金块，不要买首饰，不要说啊我就买一个金戒指行不行？金戒指他妈的不用工钱了，好吧？工艺品就不要，你要理财我就跟你讲。
买金条买金块，你10年你不可能亏，10年这么久啊，哎，10年过去了这么多个10年了，你有买多少个？是不是这样？10年是一定会过的，没过它也是硬通货，你的子孙拿到也可以变钱。哎，你没有报所得，人家偷偷藏起来还可以免遗产税，没有都要报税了。台面上我就跟你讲，一定要报税了，是不是？啊，它是硬通货，战争打来了，哎，它还是硬通货；战争结束了，它还是硬通货；政府换人了，换国旗了，换人种了，它还是硬通货。你无论如何，黄金都是硬通货，钻石不是哈。钻石买了就立刻亏，好吧？那白银呢？现在这个技术太好了，说白银现在也不能够保值，那就是他们很难变现了。就是你不拿一个200两黄金去卖，你也不好卖，你知道吗？200两黄金大家抢，哦，通货就是这个样子啊，通货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说我能够给你确定的赚钱的100%赚的，没有意外的，就是黄金现货、金条、金块放10年一定赚，保单都放20年，我就说黄金10年一定赚。你什么投资型保单，什么基金股票，我告诉你10年不一定会赚，但是我黄金保证你赚，这么保证的，你还不给我按赞一下，对不对啊？哎，感谢曲老师，感谢曲老师啊，赞助我们100万网红曲老师哈，我们曲老师现在是100万网红了，真的是非常感谢你来给我赞香，好吗？好，那最后还是提一下哈，那个我们的这个秋季补运法会啊，已经这2个礼拜我们就要结束了，好吧？20几号吧，26号、27号。25号吧，我们25号就要结束报名了哈。那已经找过老师的65岁以上的那个资深少男少女啊，所以帮你报好。那其他的朋友啊，请记得啊，用你们美丽的双手自己按一下，然后1人1张报名表，那就可以了。那老师片头有给各位做广告哈，这个还是讲一下哈，我稍微跟各位讲一下，好吧？这我讲一下，你要各位去理解的，好吗？那就是什么呢？啊，那就是啊，我们的这个，哎，跑哪里去了？刷不 OK 啊？那怎么不见了？我的东西啊，找到了。哦，这个东西呢，我把音乐关掉。这个东西呢，我们刚开始那个广告哈，那个老黄历啊，好，老黄历跟那个免费8字盘啦，这个其实各位可以好好利用哦，因为那是我做的，没有广告，也不会跳广告，真有广告那也不会是什么 Google 广告，都不会有，那是我的广告，好吧？最多只有我的广告，本人的我的广告。那老黄历啊，这个老黄历啊是由老师啊自己去录进去的。所以说它里面非常之详细，好，非常之详细。那里面有包含你每天喜忌啊，比如说你要搬家，你要入错，你要开刀，你要看病，你要问神，你要祭祀啊，还包含星座的这个现在什么星座，还包含了佛历、道历、伊斯兰历，我都告诉你了。所有我想得到的东西都放在里面，包含了胎神啊，包含胎神在什么位置，这些东西啊是一般的黄历不好查，现在能够跟我查一样的，我相信不超过10个。哦，就是我完全没有广告，也是我的广告我自己啊，广告我自己。那我当然人就是广告自己嘛，我这个人那么臭屁的人，对不对？所以要记得各位这个东西各位可以去扫描来去用，对你日常生活你不用花钱，你找我就是2000块，你找我择个日就是2000块，这个你要我吃饭吧，对不对？我付出劳我就收2000块，谁都一样啊，就是2000块，对不对？那你要给我钱，那我现在告诉你，其实你也不用找其他老黄历了啊，我就请你直接用我的老黄历。那么我自己也是看老黄历去给你决定的嘛。当然我多帅一点，就是你们结婚的时候啊，结婚这个事情啊，或者是你出生跟结婚啊，这2个东西可能需要老师算，其他的东西的你几乎都可以在上面看到啊。比如说上面有于事不取的，你就不要去移神位，你就不要做一些你该做的事情，好吗？这个是老师发心去做的，几乎目前你所能看到的所有的一些你要用的黄历的都在这个地方，记得去做。那个排8字呢，这个基本上2周之内它会改版，2周之内改版，因为有人说它的排出来的速度太慢了。我深以为是，因为这个是用旧技术去做的啊，因为之前的被它攻破了，我只是临时把它救起来。那么我现在决定把它重写，写起来让它速度快完整，然后呢，大家可以把它做比较好的一个阅读的模式。说8字盘已经可以做了，也可以在 Google 下载了，但是未来2周我会改版。那改版之后呢，各位实际上更好用。那目前为止你不用付费排8字盘，你不用付费，我会把它变得更详细一点。有些人呢，你可能现在就是我只想知道一点自己的情报，那么我尽量把这些免费资讯把它放进去，我尽量，好不好？我也是要吃饭的，我要吃饭的，我要生活的，好不好？给我一点赚钱的空间都会在这个8字盘里面你尽可能下载去使用，扫描它放在手机的书签里面。对你来说就是陈老师随时在旁边给你一个小小的耳语，
那告诉你什么时候该做，什么时候不该做，那这个你就可以理解了吗？好，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下周我们继续更新我们的流年生肖视频，那其他短视频老师会尽量的更快的播出。感谢各位今天收看，我是陈老师，我们下周见。也不知道我下周见的时候，我是不是应该这样子？好，我看我这边结束了没？哦，结束了，大家晚安，拜拜。